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眼看着12月21日就要到了，这一天是冬至。你们知道冬至意味着什么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冬至大如年，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里，冬至这一天，天地之间发生着最剧烈的能量转换。我先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家里有米吗？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觉得好笑，说老师啊，现在谁家还缺米？超市里到处都是，就算不煮饭，外卖也随时能点，米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但是各位，我问的不是你肚子饿不饿的问题，我问的是你的库里有没有粮，这完全是两回事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我们古老的智慧里，米绝对不仅仅是拿来填饱肚子的食物。米是什么？米是天地的精华，是财的具象化，更是你家里最基础、最关键的镇宅之宝。你看这个气字，繁体写法的气字，底下就是一个米。人活一口气，这口气从哪里来？从米里来。稻米生长在水里，那是阴；成熟在太阳下，那是阳。一颗小小的米粒，它吸收了春夏秋三季的天地精华，经历了水火的淬炼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聚合体，是纯阳之物，是金的象征。在古代，俸禄是发米的， M 就是钱，所以家里有米，心里不慌。米缸就是一个家庭最小的财库，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家里装修得很豪华，却连个像样的米缸都没有。有的年轻人把米随便扔在塑料袋里，甚至扔在地上。各位，这是在践踏你的财运啊！易经讲究象，你有什么样的象，就有什么样的运。你的米如果是散乱的，随地乱丢的，那你明年的钱财肯定也是聚不起来的，是会漏的。尤其是到了冬至这个节气，冬至是阴阳交替的时刻。在易经的卦象里，冬至这一天对应的是地雷复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这一天，阴气达到了顶点，而第一缕阳气开始从地底下生发出来，这叫一阳来复，是一年中能量转换最剧烈、最关键的时间节点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一天天地的门是打开的，宇宙的能量在重新洗牌。如果在冬至这一天之前，你能够做对一件事情，在家里的某个特定位置放上一碗米，配合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仪式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这不是求个心理安慰，这是在利用天时地利去撬动你明年一整年的财运。这种力量我们称之为四两拨千斤，它的效果可能会让你的财运在明年翻上好几倍，甚至10倍。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说天方夜谭，觉得这是迷信。但是各位，中华文化5000年，凡是能够流传下来的习俗，背后一定有它深刻的道理，甚至是超越现代科学的能量逻辑。今天我就用易经的思维，用能量的角度，把这层窗户纸给你捅破。看完今天内容，你赶紧去检查一下自家的米缸，别让财神爷到了门口，却因为你家里少了一把米而转身离开。我们中国人对米的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你想想看，一颗小小的米粒，它在水中生长，吸收的是阴气；它在阳光下成熟，吸收的是阳气。它经历了春的生发、夏的成长、秋的收获，它汇聚了天地之精、日月之华，这样的东西能是普通的食物吗？在古代，俸禄是发米的。你看那些当官的，
每个月领的不是银子，是米。为什么？因为 M 就是财，米就是命，家里有米，心里不慌。所以米缸就是一个家庭最小的财库，最基础的保障。但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家里装修的再豪华，米却随便扔在塑料袋里，甚至扔在地上。你对米这么不尊重，财神爷会尊重你吗？你把代表财富的东西随便乱丢，你的财运能好到哪里去？易经讲同气相求，你有什么样的相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运。你的米如果是散乱的，随地乱丢的，那你明年的钱财肯定也是聚不起来的，是会漏的。你的米缸如果是空的，那你的财库也是空的。尤其是到了冬至这个节气，冬至是什么？冬至是阴阳交替的时刻。你看这个时候白天最短，黑夜最长，阴气达到了顶点。但是从这一天开始，阳气开始生发，白天一天比一天长，这叫一阳来复，这是天地间最重要的转折点。在易经里，冬至对应的是地雷复卦。复卦是什么？下面是震卦，代表雷，代表阳气，上面是坤卦，代表地，代表阴气。这个卦象告诉我们，阳气在地底下开始萌动，开始生发，虽然还被厚厚的阴气压着，但是它已经开始了。这一天，天地的门是打开的，宇宙的能量在重新洗牌。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对一件事情，你就能够借助这股天地之力，撬动你明年一整年的财运。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顺天应时，借势而为。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我把这个方法总结为3个步骤，缺一不可。大家要仔细听，仔细记。第一步，选种子。既然我们要让财运翻倍，要让它生根发芽，那这个 M 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陈米，你要去选购一袋新米，最好是颗粒饱满、色泽晶莹的。为什么要新米？因为新米有生机，有能量。陈米的能量已经耗散了，它怎么能帮你招财呢？同时这一步里有一个关键的要领，你要准备12枚硬币。为什么是12枚？因为一年有12个月，地支有12位，这12枚硬币代表着月月有财，时时进宝。这12枚硬币你要先用盐水洗过，擦干净。盐水能消磁，能把硬币上沾染的杂气洗掉。你想想看，这些硬币在外面流通，经过了多少人的手，沾染了多少杂七杂八的气场，你要把它们洗干净，让它们恢复到纯净的状态，然后把这12枚硬币埋进你的米缸，或者装米的容器底部。注意，米缸不能是透明的塑料桶，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透明的，觉得好看，错了。财不露白，米是财，财库要藏。你看古代的粮仓，哪个是透明的？都是封闭的，都是藏起来的，最好是陶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五行里土生金，陶瓷属土，米属金，土能生金，这样才能养得住财。如果是红色的容器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红色属火，火能生土，土能生金，这叫相生相旺。把硬币埋在底下，然后把新米倒进去，把米缸填满。记住，一定要在冬至之前，家里的米缸绝对不能空，也不能只有一半。满代表圆满，代表富足。你的米缸满了，你的财库才会满。第二步，找方位，这就是我标题里说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一般来说，
大家会把米放在厨房，这个没错。厨房是食禄之地，米放在厨房是应该的。但是如果你想在冬至这一天催旺大财运，我建议在冬至前3天到冬至后3天这几天，把一个小一点的精致的装米容器，比如一个红色的陶瓷罐，放在家里的西北方。为什么是西北方？熟悉易经的朋友都知道，西北方是乾卦的位置，乾为天，为父，为君，为金。在后天八卦里，西北方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。冬至一阳生，复卦虽然还不是纯阳卦，但它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。我们把代表财富和能量的米放在代表天和金的西北方，这叫金玉满堂，这叫食禄归位。天地之间的能量在这个时候交换，你在西北方放米，就是在接引这股能量。你如果不知道家里的西北方在哪里，你就拿指南针看一看。如果你家西北方刚好是厕所或者缺角，那怎么办？那就退而求其次，放在家里的明财位。明财位通常在进门对角线的角落，把这个装满了 M， 里面埋着硬币的小罐子，放在西北方或者财位上，底下可以垫一张红纸。红纸上写什么？写招财进宝或者日进斗金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在强化你的意念，在给宇宙发送一个明确的信号。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叫接气，时间锁定在12月21日冬至这一天的子时，就是前一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或者是午时，中午11点到1点。为什么是这2个时间点？子时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候，但也是阳气开始萌动的时候，午时是阳气最旺的时候。这2个时间点能量最强，最适合接气。在这个时间点，你走到这个米罐面前，双手合十，心里默念你的愿望，或者你可以用手轻轻搅拌一下里面的米，让硬币发出一点声响。这叫唤醒财气，叫激活能量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说，曾老师，这不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吗？我要告诉你，心理暗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能量，但是这背后的逻辑远不止心理暗示这么简单。你看现在的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，万物皆有频率，意识可以影响物质。当你把 M 这个物质，西北方这个空间，子时或午时这个时间，以及你的意念意识，这4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能量场。这个场会向宇宙发出一种信号，匮乏已经结束，富足正在到来。宇宙不会管你真有钱还是假有钱，它只会回应你的频率。当你的频率是满的，是富足的，它就会给你送来更多的人事物来匹配你的这个频率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，这就是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因果逻辑，我必须要在这里停下来，很严肃地跟各位讲清楚。很多人学了这些招财的方法，回去就照做，结果呢，有的灵了，有的不灵，有的甚至还倒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学了术，忘记了道。易经讲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财富是能量的一种形式，如果你的容器，你的德行只有杯子那么大，你却求来了1缸水的财富，那结果是什么？杯子会炸裂，水会流失，甚至会伤到你自己。你看那些中了彩票的人，很多最后都破产了，甚至家破人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德行承载不了那么大的财富，财来了，德不够，
就会出问题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冬至安米的仪式时，你的心念至关重要。你不能抱着贪婪的心，想着我不劳而获，想着我一夜暴富去赌博。如果是这种心，你放再多的米也是在招灾。你的心应该是感恩和承担。你要感恩天地赐予食物，感恩祖先留下的智慧。你要想着，等我财运好了，我要拿这些钱去照顾家人，去帮助朋友，去回馈社会。当你的愿望是利他的时候，你的格局就打开了，你的容器就变成了大海，那你求来的财才能留得住。这就涉及到我们讲的舍得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看文章都喜欢白看，觉得我看到了就是我的。但是各位，在传统文化的传承里，尤其是在这种涉及改运、泄露天机的内容里，讲究一个能量的交换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能量守恒。你得到了一份智慧，一份可能改变你明年命运的天机，这是一份巨大的阳性能量。如果你只是单方面地索取，而没有任何的回馈和付出，这个能量在你身上是不平衡的，它可能会转化成一种负担，或者效果大打折扣。所以古人拜师要给束修，问路要给指路钱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结缘的问题，这是种因的问题。当你觉得这个方法真的触动了你，让你看到了希望，你想把这份善缘定下来，让它在你生命里生根发芽，你不一定非要给我什么，但你的心里要有一个付出的动作。你可以发愿去做一件善事，去喂养流浪猫狗，去帮助一个陌生人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份内容给了你价值，你愿意用一种形式来表达你的心意，那也是在种福田。我真的不是在让你消费，我是在教你一种借力的智慧。当你为一份智慧付出代价的时候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你就是在向宇宙证明，我是一个懂得感恩、懂得平衡、懂得价值交换的人。这样的人才是财神爷最喜欢的人，这样的人做这个仪式才会真正灵验，因为你的心是正的，是通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说回这个米缸。除了冬至这一天要把它填满，放在对的位置之外，还有几个禁忌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因为风水这个东西，成事在天，败事在细节。第一，平时做饭，米快吃完了就要赶紧补，千万不要等到舀最后一勺米的时候才发现没了，那是大忌，那是坐吃山空的象。要随时保持米缸半满以上，代表你的财富永远有余。你看那些有钱人家，米缸从来都是满满的，这不是偶然。第二，米缸不能放在横梁之下。如果你把米缸放在厨房，注意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横梁，横梁压顶，压的是什么？压的是你全家的财运，压的是你的气运。米缸受压，赚钱就会很辛苦，压力会很大。如果实在避免不了，你就在米缸上面挂个葫芦或者贴个红纸，化解一下。第三，米缸周围不能有药。现在很多人为了方便，把药箱也放在厨房，甚至放在米缸旁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药食同库。这会导致你赚来的钱最后都花在看病吃药上。米是养命的，药是治病的，这两样东西气场不合，一定要分开。第四，对米要敬畏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洗米的时候，掉在水槽里的米粒看都不看，就冲走了。吃饭的时候碗里剩一堆米粒，各位，这都是在漏财。古人说，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。
你浪费的每一粒米都是在削减你自己的福报。你想想看，你连财神爷送给你的东西你都随便扔，财神爷还会再给你送大钱吗？所以从这个冬至开始，我们要立一个规矩，碗里的米要吃干净，洗米的时候要小心，掉在地上的米要捡起来，哪怕是喂鸟也不能直接扫进垃圾桶。这不是小气，这是惜福。好了，方法和心法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了。这个米缸就像是一个聚宝盆，你在冬至这一天把它安好，那就是埋下了一颗种子。但是种子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，能不能结出硕果，还需要你用一整年的辛勤耕耘去浇灌。千万不要以为我放了米，我就可以躺在家里睡大觉，钱就会从天上掉下来，那是做梦。易经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个仪式的作用是帮你打通气脉，帮你连接宇宙的能量，帮你创造更多的机会和贵人运。但是路还是要你自己去走。当你做好了这个仪式，你会发现明年的机会变多了，头脑变清晰了，以前觉得很难的事情变容易了。这时候你要一把抓住机会，努力去拼搏，这才是尽人事听天命的真谛。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更深层次的秘密，这个米缸不仅仅是财富，它还是家庭和谐的定海神针。一个家如果有烟火气，有满满的米缸，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吃饭，这个家的气场一定是温暖的，是聚合的。现在很多家庭夫妻吵架，孩子叛逆，往往是因为家里没有了食禄之气，大家都在外面吃，家里冷锅冷灶，米缸空空如也。这样的家，人心是散的，人散了，财怎么聚得起来？所以冬至安米，其实也是在安我们的心，安我们的家。当你把这个米缸填满的时候，你也是在告诉你的家人，我们这个家是富足的，是安稳的，是有未来的，这种安全感千金难买。各位，12月21日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转运时机。以前你可能不知道，错过了也就错过了。但是今天你有缘看到了这个内容，听到了我的这番话，这就是你的福报。这是老天爷在提醒你，该转运了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嫌麻烦。哪怕你现在还在租房子住，哪怕你现在身无分文，去买一袋米，去买一个红色的罐子，去准备12枚硬币，这一点成本，用这点小小的成本去博一个明年10倍的财运，去博一个家庭的安宁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等你按照我说的方法，在冬至之前把米安好了，把仪式做完了，你心里默念一句话：金玉满堂，米满仓，我已种下富贵之种。这句话是你对自己潜意识的确认，让宇宙知道你已经听进去了，并且你已经做到了。等到明年，当你的财运真的好转了，当你赚到了第一桶金，当你的家庭变得更和睦，你要记得，这不仅仅是米的功劳，更是你自己努力和修行的结果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精华，这也是送给大家的冬至大礼包。第一，我们讲了 M 不仅是食物，更是家里的财库和能量源。第二，我们讲了冬至是一阳来复的关键时刻，是调整磁场的最佳时机。第三，我们传授了3步走的秘法，选新米埋硬币，放西北方或财位，子时或午时接气。第四，我们更强调了心法要正，要感恩，要懂得舍得，要有平衡因果的智慧。最终
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，我们修的是一颗富足的心，聚的是一个和睦的家。各位，风水就在我们身边，大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。照照镜子，看看家里的米缸，你就知道你的命运走势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碗米，它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智慧，承载的是天地的厚爱。从今天开始，善待你家的米缸，善待每一粒米。你尊重财富，财富才会尊重你；你热爱生活，生活才会回馈你。这就是《易经》教给我们的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个冬至的机会，把财富补满，把福气具足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让你学到了真东西，请把它转发给你最关心的家人和朋友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把这个方法告诉了你的亲戚朋友，他们明年也发财了，也顺利了，那这份功德是不是也有你的一份？这就是最简单的积德行善。我们在智慧的路上一起前行，愿大家冬至快乐，家肥屋润，明年财运亨通。谢谢各位。